太后给他定了一门亲事，我们来接他回清河，准备完婚。什么亲事？你阿娘和你师父在议事，坐下。什么亲事啊？什么时候定的？说起来，仍是一门旧亲，兜兜转转，还是广陵王。这是如何弄上的？三娘子，退下吧。是。还好，掌心不易留疤。俺娘可看到我的信了？你是希望我看到，还是希望这封信如石沉大海，你我都不再提起？女儿想知道，娘究竟如何想的。你说想一生于西周，修撰经史，是不想嫁人，还是想嫁的人，你不能嫁？俺娘想听实话吗？你什么都不用说了。刚才我已亲眼所见。女儿从未有过妄念，只是想要留在西周，陪着他。你如此聪慧，应该知道此路行不通。自你回西周，坊间就有传闻，说崔氏之女和小南陈王行苟且之事，罔顾师徒名分，罔顾纲常伦理。是何人这样传？女儿和师父绝没有，也绝不会。还有传闻说，小南陈王意在举兵，将天下改姓自立。崔氏和小南陈王府将联手，美人天下，双手共上，意在分裂疆土，由望族一跃成王。天下的名门望族和王府的政敌都在盯着你们，不会放弃一切摧毁和重伤王府和崔氏的机会。怎么会有人信这些？世人喜颂英雄，但也惜英雄落尘土。从古至今，向来如此。再也没有转圜的余地了吗？为了他，不是为了我们，你必须离开。见娘之前，我想了无数的话，无数说服娘的话，可是都没有用。
我连自己都说服不了。这一段我经历过，你哥哥更经历过。我曾想过，无论如何，不让你经历这样的痛苦。我甚至想过，假如你和哪个师兄情投意合，我将放下门第之见，成全你们，顺了你的心思。可唯独你心里的这个人，万万不能。女儿明白，女儿从未有过设想。女儿真的是想要陪在他身边，只是在他身边就好。女儿求娘，再多给女儿几日。女儿想在西州多留几日。崔世忠和孟内侍就等在驿馆，最晚明日。好。此处是南陈王府，你我住着不方便。今晚我们就去住驿站，让时宜跟他的师兄姐妹作别，明日再走。去年殿下主人给你做的衣裙还没穿过，要拿出来吗？
拿出来吧。是。谁呀？师傅，是我。该用晚膳了。军师说，你不许人来叫。本王有要紧事要办。能先点盏灯吗？出来王府那2年，你们出征时，我就是在这儿睡的。那时候，王府的侍卫不熟悉，我心里怕他们，猜想你的书房肯定是王府禁地，寻常人不敢擅闯，睡在此处最安全。你从来都没有讲过。师父难得回来，我欢喜都来不及，想不起来要讲这些小事。这些都是我做的，看合不合师父的胃口，试试。
请两位留步。姑娘在陪殿下吃饭，临别饭。什么临别？回凤将军，太后下旨赐官姑娘和广陵王。今日女郎已经传了旨意，明天就要带姑娘去中州了。去哪里啊？哦，我去找见医生。议事厅有人等你。谁啊？崔侍中，带来太后的口谕。臣崔征拜见殿下。崔侍中，殿下，臣此番来，一是送师仪去中州，二是为太后传一道口谕给殿下。请说。太后说，坊间传闻虽不可信，但南城王府和崔氏，乃是天下士子文人们所敬仰的名门。陛下为了堵住悠悠众口，最好的方法，还请殿下收崔师仪为义女。是情话无际，看遍了岁月流转的场景。正好，我已经有10个徒弟了，我也教你11，可好？我就是一涟漪，好似无风亦无晴，只是爱越来的无声无息，心越滴水花雨。待别师父。有几分生气，让我用尽一生去追寻。莫怪情话零星，写了梦境，醒来更
后有懿旨，让我收你做义女。十一，你愿意？好，那本王便抗一回旨。曾问知否那人心，耗尽最后的希冀。倘若流风不住，便随风去，都无语，都无语。谁知那一眼之谜，梦尘过后仍清晰。若这一生傲骨，不去别离，往事皆可替。你的眉宇有几分生气，让我用尽一生去追寻。莫怪情魂灵犀，写了梦境，醒来更薄情。我这颗离心难耐的心，心事最藏不住心事。低头寻找的光景，道别后清晰，每一瞥都是想你，哪怕从此不相依。这骨头究竟有什么特别，可以连往事都记得，可以让天下人传颂？我依然记得来时心情，才更能忘你每个踪影。来了西周10年，是不是还没有看到过西周城完整的样子？我带你去看看吧。阿娘说，坊间传闻，不用理会这个。当一切归于平静，我也好看清月下是谁的身影。原来你早已注定。西周有11道城门，你只去过西安门和出城门，今日都带你走一遍。我还想看未央宫。好，我让他们把所有的宫门都打开，未央、长乐、明光宫、北宫和贵宫，你都能看到。师姐说，你入西周以来，从未来过这儿。谢师傅为我抗旨在先，破例在后。有钥匙吗？像是能看到他们逃跑时的场景。你要做什么？我想在上面留字，等我们走了，落了锁，再无人能进。在这儿留字，像留了个秘密。你想写什么？我帮你写吧。臣，此时正是辰时，多有意义呀！
常听雪轻轻吻落在窗棂，相思已不肯深潜入眉心，将思语成为寻知一个意。侧耳听可懂是我在念你，却不听，人无影，心难静。听见雪一片一片一片下不停，念着你一颦一笑一时不愿醒，千万里也愿意奔向你。师父有令，命我将你平安护送至中州。师父呢？你出城时自会看到他。